第一站是在成都，我觉得我给了他们比较多好吃的爽。我脸皮厚，一直用不标准的中文跟中国人聊天，我一般是怕人 get 不到我。哎呀，大家好，我是 Anko。今天呢要去见我的老乡了，他在浙江诸暨这个地方。这位老乡嘞，他在中国10年了，完全不会中文。然后来中国之后了，他中文可以讲到很好了。我跟你说超好笑的，我们昨天其实已经见面了，然后见到对方才知道，哎，原来都是东马人。我是沙面人，太激动了，太高兴了。然后他也非常的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当然还少不了伴手礼，里面有一些是我家人带来的特产啦，非常符合他的。你好，打扰了啊，好。随便拍，那个鞋子在这里。哦，好。你好，怎么称呼？莎莎。莎莎你好，我是 Anko， 他是我老公 Max。要强调吗？为什么你要强调？我是我没有必要强调。没有。他还会怕人吗？还是对。对啊，一点都不像你。马伊不是我的儿子，可是看他的胃口就是我的儿子。我不是问你，我问他。哦，我压力好大哦，不好吃，不要找我啊。好男人。哇。搭搭肉类，搭搭肉类。对，就青色你放在咖喱里面，哇，那个味道就是很正宗。太想念这个叫什么来着？麦片。麦片鸡，这应该是麦片虾吧？哇，三八你自己炒的？对，自己炒的。38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虾酱，也不是虾酱。一整酱吧。很难形容，但是味道爆炸。比较偏马来人。他之前的经历非常丰富，打了很多份不同职业的工。之前在餐厅做过，还有哪里？没办法，没钱吃饭，只能靠嘴。好了，可以吃了吗？你吃得惯吗？这个？就偶尔吃一下还行。就如果像我这样每餐都吃，那我可能有点。哦，可以。不瞒你说，每天上班的时候早餐都是这个。我感觉你们的早饭都很硬的。对，拿这个吃早饭对我们来说有点太猛了。对。如果我出去吃的话，我可能就吃。它都是叫面包。对，吃英式早餐。面包之类的。我不应该问你，不然我要学了。要不然就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1个小时后介绍自己。意思是他经历很多，你可以 shortcut 一下来。为什么我会紧张呢？开玩笑，我是麦克哈，我一般我叫自己杰古麦啦，因为我是本身是在幼教行业做了14年，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教育的。可是我进不了那个 Maktab Perguruan 在马来西亚，只是做老师吧。后面的话，我不小心选择做幼儿园的这个行业了。13年来到中国到现在，然后故事很长，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挺多的说的。以前我真的是一点普通话也不会，客家话会，可是中文真的是不会的。对，他是客家人啊，客家人啊。你也客家人啊？俺啊，但是俺的卡杯啊不多。这个才是本来的。是透过这样是的这样学的。对，我的老师是3到6岁的。好强。因为我觉得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他们用语言跟你是正式聊天，所以你也是从他们的角度来学着拿来用的。然后他们用的中文很简单。对，然后就可以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学。所以你们听到这里就发现了我的水平是1年级最高了。你来中国第一站是在哪里呢？第一站是在成都。哎呦，这个城市我跟你说特别好，特别适合做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站。为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很 relaxed 的周一要做的事，下个月还没有做完。这个是很适合我，所以我就说成都作为我的第一站，真的是很好，帮助到我很多。你是公司派你过去的？是这样子的，我本来要去新加坡工作的，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去体验1年来中国嘛。我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那个时候我说来玩一玩嘛。
所以我就来试一试1年了，试了1年。加了多一个1。你那时候是做什么来着？也是做关幼教。是的，一直做幼教的，我一直跟3到6岁小孩玩，我不是陪头发哈。那时候大部分是帮助上课啊，然后帮助那个管理层的小小的工作嘛，因为是管理方向发展的。然后成都 after that 是哪一个？成都好，我就去到福建南的地方，厦门。难怪了，因为我前几集不是有采访一位妈妈嘛，康妮，然后她也认识，不是很多妈妈认识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哈。因为她教他们的小孩，对，然后就到厦门去餐厅打工嘛。那时候你是有是的，餐厅这个挺有意思的。为什么？疫情爆发了哈，然后那个时候没事干了，然后我喜欢吃饭，马来西亚人喜欢吃饭，然后我喜欢做饭，刚好喜欢吃饭，喜欢做饭，没有工作去哪里啊？去餐厅了。去餐厅试一试，然后刚好也是一个朋友开餐厅，那个时候他需要帮助吧，我过去帮忙好就玩一玩，学一学。说你刚刚那些有几道菜都从那边学的？50%是那边学的啦，50%就是实力。然后之后就来到杭州。不是杭州，是来到诸暨，他开过来诸暨这里，开新的幼儿园。对，我们就开完2年的幼儿园，我才去离开这个公司，然后我就去杭州。那你现在是在哪个公司？我现在在一个叫海量教育集团，我的部门就叫海量儿童发展研究院，我们就发展管理等一下，不要扯了，英文快点，英文也行，英文也说不出来了，英文爆了，不见了。就是我们专注在做孩子的课程的研究啊，发展新的这种的东西。大家有听过的公司吗？我其实昨天跟那个诸暨的司机聊天之后才听到了，世界500强啊！哎呀，没有了，我们只是世界500强啊，没那么厉害啦，小小的公司啊，世界500强，哎呀，怎么进到的呢？怎么进到的？这个故事也是很长的。2-3年前我发简历过去，他们也看不上我。刚好可能去年的话，刚好他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对的人，然后刚好我有他们需要的，然后那么巧，刚好我也是离职，然后刚结婚没有工作，突然有一个工作来，然后我就想，why not 去试一试？然后最后他就 pick 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成功才能做到的事。那你在这段在中国10几年，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culture shock 啊，我们先聊点轻松的。cultural shock， 我觉得我给了他们比较多 cultural shock。也可以，这个有点反方向。也可以，对，因为可能第一的话，他说什么华人不会说中文的啊，第一个 cultural shock。second cultural shock 的就是说，可能我脸皮厚。我一直用不标准的中文跟中国人聊天。你现在算标准了吗？现在算半标准的吧以前大概多不标准？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可是我还是说。到现在也是有时候我不懂我说什么，可是他们懂我说什么。然后其他的culture真正的culture shock，我觉得就是抢战场。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跟我抢战场？那你也抢啊？你抢不过是吗？有时候我抢过，有时候我抢不过。对，这个我可能要报一个报班，到我那边上一个月，跟我老婆学的。也可以哦。那你教我，我教你怎么做饭嘛。对啊。一般有什么技巧吗？假装上厕所。只要知道有人要上厕所，你就快点去了。好的，以后我们坐下来我去上厕所。这个也不好还没吃就上厕所。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 可能就是喝酒的。在国外我们喜欢喝酒，我们单纯喜欢喝酒啊。这里的话，你喜欢喝酒就是你要喝的。我以前就跟我的朋友说我喜欢喝酒，然后我是醉的。现在我不喜欢喝酒。我跟人说我不喝酒。发现在中国你不能随便说你喜欢喝酒。对，喜欢喝酒他要招待，如果他招待你不多的话不行哎。你喝过最多是几瓶？算不清楚了，所以他们喝他自己不省人事。这句话害他不浅。对，现在我如果他们说你能喝多少，我说我输了。对，忘了。你还有一个副业是吗？是的。副业就是他创了一个线上教马来语课程的这个项目。Anda belum register? Marilah dengan Cikgu Mike。广告要打一下也是。这为什么突然想要成立这个教马来语的线上的这个项目？其实没有想过要教马来语的，因为我本人是本南纳嘛，我长大之后跟马来人玩啊，都跟那个本地人玩嘛，没有跟华人玩，所以我本人说马来语跟本地人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时候在厦门有几个爸爸妈妈，他很想要他的孩子学马来语嘛，所以我就帮助他们嘛，上课。然后疫情发现的话，他们还是要继续学，可是那个时候只能线上了。一开始线上的话，他有很多朋友想要参加，可能他们有另外的朋友在他们家里玩嘛，
那他们看到，为什么你孩子学马来语哪里来的？他就介绍多点人，慢慢来，我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后面的话，我可能工作比较忙了。那我就sub 给我的马来西亚的老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马来西亚老师赚不多，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副业嘛。所以慢慢来越来越多口碑，可能很多人知道我做这个，然后他都报名了，然后大部分在中国没有这个，然后很多我们的老乡这里都很想要他的孩子学马来语，因为马来西亚人3个语言都会的，这个是美丽的，全世界找不到的，所以我就坚持下来到今天了。起初我听到他要教马来语，我在想这个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受众群体。后来了解之后是发现，像我们这种中马家庭，他希望他的那个小孩也会马来语80%就是中马的 couple 20%可能是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一直在中国发展的，所以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孩子不会马来语，也是很可惜的。那包括后面那个也会一点啊，对，satu dua tiga。你看，只是satu dua tiga嘛，你不要丢我的脸。4 5 5没了。2 2 3 好，这个课要收钱了，我不能继续了哈。假如我要应聘的话，大概 level 要怎么样，什么样的 level 才能够教？因为我也自己有后路找手。我怎么说呢？为了老乡的面子说话，还是真实的面试，真实的。首先的话，我的老师全部都是Little Graduate 的。一定要有那个文凭是吗？不能够随便说什么人都可以。目前是没有，因为目前我的 M 就是说我要帮助马来西亚的幼儿园老师提高他们的收入嘛。第二的话要质量，因为他们已经本身会上马来课了嘛，培训成本就低一点的嘛。对，可是你可能以后如果有这个机会，可能会开放嘛。可是目前的话，我是找幼儿园老师。第二的话，他们可能在幼儿园待过5到10年，因为大部分的老师跟我现在是我大学一起毕业的，11年毕业到现在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会帮助质量比较好，保护马里地。他们一般上课是上多久呢？一节课的话就是30分钟，不会超过30分钟。为什么？这个有科学的嘛。我们大部分的孩子是4岁到12岁嘛，所以我们按照4岁到8岁的孩子来说，他们专注力其实有个30分钟到40分钟。那现在我们说是线上的，肯定会越来越短，对吧？对小孩现在，所以我为什么有些家长说我要上一个半小时，我不会接也是，我跟他说上半个小时就过了，不会为了赚你的钱的。我就是说半个小时有效果，肯定有效果的。然后后面的话，他们想要越来越多，因为他 level 越来越高了，可以慢慢加的。你现在是上给人做，然后你自己没有再特别去管这个？对，目前的话，他的 curriculum 他们要上什么东西，我已经 set 好给他们了。然后一般的话，我给我老师 take over。有没有收到很感动的一些反馈？开了2年嘛，可能他们孩子都还没有回国了。至于1-2个孩子已经回国了，他们就觉得进去 SMK 里面读书，很快可以帮助他们适应起来。对，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有帮助到，少帮助到他们。反正回到那个语言环境了，小朋友很快会学会。是的。目前的话就是说能满足到家长的这些需求。第一，我们没有 platform 的，我们是用天讯跟 PPT， 就是很传统的方式。因为我们只要达到目标就可以了。如果你 platform 什么东西，肯定是成本会上了嘛，对不对？成本上的话，我觉得对家长来说一个不公平。为什么会不公平？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能付那么多的钱为了这个，对啊。虽然他们可能是愿意，可是我觉得我要保证这个理念哈 ，education 跟钱是不能。你可以赚钱，可是不能太恶心赚钱。我够用，他们够付，全部人够就可以了，帮助到其他人，他以后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老师改变我的生活吧，我的命嘛。他帮我的数学从9分到90几分，因为他跟我说你不是笨，你就不懂。可是其他老师就跟我说，我真的是不会，你是笨。对，所以我发现在真的是做教育的，你不能一直看钱。是。可是钱会来，如果你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希望我可以作为那个老师帮助其他人，对吧？我愿意不赚这个钱，可是我愿意我的学生赚大钱。你做你喜欢的，慢慢钱会来的。所以现在 focus 在中国这边。对，目前的话就是 focus 在我的中国的工作，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够了。在中国上班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办公的环境啊，或者说公司的文化会有什么差别？这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前面10年的话是一个新加坡的集团，所以那个还是很靠近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有什么6点结束工作，没有人来找你等等。现在我是在一个中国企业，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对我来说，因为下班也是要
回答领导啊，还是有客户来找你这种东西啊。这可能因为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们适应力好快吧。目前的话，公司里面部门里面有一个标签，就是卷不过的外国人，喜欢加班。我还是很卷，对对，因为他们说新加坡人加速，我觉得我是他们加速2倍。像你老板有时候听不懂你的中文在说什么。这个好的问题哦，跟领导聊的话，可能50%-60%可能听得懂嘛，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一种工具嘛，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要100%，对吧？但是我的自己的经验跟是我的聊天跟同事跟老板，我觉得他们 get 得到我想说的东西。你也 get 得到他们讲的？哦，当然了，我当然 get 得到。马来西亚3语言啊，3个系统在走吧，对不对？我一般是怕人 get 不到我啊，我当然是 get 得到他们的，get 不到我一直这样子的。那你在中国在负责哪些项目呢？目前的话，我在做一个很新的叫儿童财商，就叫3到6岁的小朋友怎么理财，理财哦，讲到彩礼，因为结婚就彩礼。Michael, and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sharing of financial literacy. Now that your children are able to do some simple budgeting and use a shopping list to plan their buying wisely, 新的一个部分在中国，对对。可是其实，在欧盟国家的话，在西方国家，这个是叫一个social studies， 就是社会学里面的一个小部分都有的，它都是很新的。可是作为一个 focus 出来，它是很新。目前我只能说，在中国的话，我只能说就有2个。公司在做这个，就是我的公司，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对我的 competitor， 所以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出来哈。可是海量学前这里的话，儿童发展研究院是唯一做3到6岁从幼教的角度出来的，其他人做的是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我们做是从幼教角度出发，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殊不一样的。听到这个理财，那小朋友需要理财吗？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出这个 program？因为你看目前的话，社会的问题挺多的。首先我们看大人角度，就是说我们说到退休这个事很多年轻人不会想退休的，没有计划退休，就是你没有存钱去退休还是你的退休钱够不够用？没有这个概念，没有会想。是的。第二的话就是他们借的钱、欠的钱越来越多。10个中国朋友我有的话，大概6、7个都有一个债，然后在7个朋友里面的债的话，可能2、3个真的是没必要的债，为了面子这种东西的，对啊，就买东西啊、买车啊等等的。然后这个的话，如果你想起来为什么会发现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又回来到你小时候的，因为你控制不了你想要、你需要的东西，你分不清楚。第二的话，你等不了你想要的现在，你一定要拿到的现在，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就放在最 basic level 的理财，就是说我要的东西我能等，我计划来拿，所以其实理财给小朋友就那么简单。这可以帮父母省心不少。如果是是的。目前的话，这个 program 已经做了2年的话，很多家长的反馈就是说，我的孩子会跟我说点菜点太多少点还是打包这种东西，因为他就说这个钱不是掉下来的，你要赚钱的。对，因为在我的 program 里面，我会给小朋友体验，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医生，你要比如说跑步10分钟，你才能毕业。他们发现哇，果然要变成一个医生，我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赚了很多钱。他们会知道，我钱其实不是随便来的，我付出越来越多，我回报越来越多。我们叫它什么是 risk 风险，因为在每天生活你有风险啊，你跟你的朋友跳下来的话，跳也是有风险啊。其实这些东西会 lead into 你的投资以后的。为什么有些人想投资，有些人不敢投资？因为他们对风险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我们幼教就解决这个最基本的。当然我就说理财是全身的，一命一生的，所以我只能搞定他们3到6岁的。7岁开始的话，可以找我其他部门。就是我小时候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就觉得钱很容易赚啊，是。其实对我们亚洲人爸爸妈妈一般不会跟我们聊关于钱的因为他爸爸妈妈说钱够用就花，对吧？不用问我孩子没有钱，他说我去卖我的屁股买东西给你这种东西，对不对？我爸妈是这样子说话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那种很正式、很 healthy、很健康的跟钱的关系。人不想聊钱的事，可是我觉得钱是很好聊的，聊起来很帮助到很多人的。我们全部人都会过这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怎么用这个经验来跟其他人说，我已经走了弯的路了。我们用这个 knowledge 分享给下一代，因为我觉得现在 information 那个信息很大了。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不错的。对，至少在中国是我认为很有前景的一个项目。目前我最喜欢还是我的老成都啊！我以为中国人好热情哦，会抱你，会摸屁股的。那个时候我摸得很开心，我原来是 gay 吧。我是夜店。你家人起初知道你来中国是什么反应呢？跟他们 discuss 吗？
没有，因为从小都没有跟爸爸妈妈谈。前3年他们跟我说我要回国了，我回去发展了。我爸妈跟我说你别回来。哎，真的是难。想回来又不回。是的，10年前。